你是不是想着过上幸福的生活？麦克也是这样想的。他是个建筑设计师，已经有了老婆孩子，家庭幸福，但他还要更加努力的工作。他是个工作狂吗？和你一样？不，你和他都不能称为工作狂。你和他工作努力，不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为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？但生活总有不顺，职场、家里还有身体的健康。要是能够迅速越过困境，直达成功，那该有多好。这次麦克和我们想的又一模一样，但现实是他手里有着山一样的工作，却要一边逗着孩子，一边想着在他们睡觉后熬夜加班。本来想看一下电视，却因为拿错了遥控器而陷入混乱。家里的遥控器太多了，可见需要我们控制的事情太多。如果有一个万能的遥控器该多好。这一次麦克也是这样想。他来到了超市，躲开了像小蜜蜂似的围着他的这个圆润的家伙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累了好些天的他看到了家居区的床，直接躺了上去，想要放松一下。一扭脸看到了一个秘密通道，通向了一间很奇怪的房间。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怪人，怪人听了他的讲述，拿出了一个最新款的万能遥控器。回到家，妻子过来埋怨他没有安排好带孩子野营的事情。他本想把电视上的视频静止，没想到妻子在旁边也静止了，这让他非常吃惊。妻子刚走，小狗又来了，对着他叫。他慌乱地按静音，小狗也不叫了，这让他发现他拥有了神奇的力量。匆匆赶回超市，那个怪人向他展示了万能遥控器的功能，相信你能想到的他都有。你想不想时空任意穿梭？遥控器可以做到，让他回到以往的瞬间，还带着解说词，像是电影大片。他甚至回到了刚出生的时候。你想不想让那些烦人的时刻、困难的处境迅速过去，让那些你认为不重要的事情迅速消失？遥控器可以帮你，只要你按快进，一切加速，转瞬即逝，像是烟云。当妻子和他商量事情，而他想尽快工作的时候，一个快进键，妻子消失了。当孩子们吵闹到你时，一按快进，孩子们立刻消失。当家人们聚会谈笑风生，而你觉得是浪费时间的时候，一按快进键，聚会结束，又成了你一个人的工作状态。当然，快进也有问题。当麦克和妻子单独相处，想体会一下人生的乐趣的时候，不像遥控器像是会算法一样，根据麦克的使用习惯直接快进，搞得快乐弹指一挥间。你会说，既然遥控器可以让人直奔主题，为何还要把妻儿家庭都跳过，只给自己留下工作时间呢？直接进入到成功的高光时刻，那该多好。遥控器也是这样想。一瞬间麦克成功了，他也成功的身体走形，成了一个有钱人，当了公司老总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名利双收，走向成功。当麦克回到家里，发现这里已经成了别人的家，妻儿也跟着别人生活，父亲离世了他都不知道。当他用遥控器回看自己与父亲最后的一次见面时，他发现父亲来看自己其实是想和自己道别，而他毫无察觉，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成功梦和发财梦中。麦克第一次意识到，拥有了万能的遥控器，自己却失去了人生。当他大哭着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仍在超市，仍像以前一样年轻。他像是新生一般拥抱了圆润小伙，飞奔回家。家还在，孩子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妻子关心着孩子们野营的事情，孩子们关心着爸爸什么时候把树屋帮着建起来。虽然生活琐碎，充满艰辛，但也充满了幸福的瞬间。亲人仍在，他可以一边经历奋斗的艰辛，一边享受幸福的人生。他将万能遥控器丢进了垃圾桶，重新面对生活。人生遥控器是一部奇幻喜剧电影，导演弗兰克·克拉斯。影片给了我们很多启示，在笑中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可贵。电影采用了梦境的方式，在中国表现人生，梦是一种常用的方式，黄粱一梦式的故事比比皆是。这个片子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了，在这个如梦的人生中，我们不同的选择将会收获不同的结果，是选择本身让我们成了不一样的人。最重要的和最被忽略的，我们的家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在自我的世界里忽略了太多重要的东西。重新反观自己的人生态度，
也许会避免麦克在梦中所经历的困境。努力和奴隶。麦克像是被成功梦想驱动的奴隶，当成功被界定为金钱、地位，而与家庭、恋人、儿女、父母、朋友及家人无关的时候，努力与奴隶等同，成功变成了失败的代名词。目的地和旅程。只关注目标的人生就像是忽略旅程的旅行，最充满乐趣的部分往往在最艰难的跋涉中。随心与物意。对命运的掌握是不能借助于外物的，比如电影中的遥控器。当人心被物所控制，失去自由意志的时候，是人生的至暗时刻。很多人努力地追求着心为物意，这被他们定义为成功。或许这是一种歧途，只有听从内心的人生才是成功的。面对困境，面对家人，面对人间冷暖，是人生的必修课，也是圆满人生的组成部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五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故事、好的电影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请关注、订阅并点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